怎么了？顾兄，久违了。哦，玉柔妹妹，不知可否一叙啊？你去便是，不需要经过我同意。多谢郎君。玉茹妹妹，谁呀她？凭什么这么叫？人家是青梅竹马，倒也不足为奇吧？你谁的人说什么呢你？啊，听听他们说什么呢？你快点。玉茹妹妹，过得还好吗？一切都好。可是我听月儿说，你下嫁到他们顾家是被逼迫的。他顾家势力再大，也不能强娶啊。若你真的受了什么委屈，定要告诉我。当日是玉茹愚钝莽撞，错把良缘当作凶险，让叶公子误会了。你跟顾兄是良缘？是。郎君与我是天赐良缘。若真是天赐良缘，你怎会提着刀去青楼找他呢？玉茹妹妹，我知道你生性怯懦，若真的受了委屈，你定……叶公子，我生性并不怯懦，也没受什么委屈，更不会忍辱负重，让叶公子挂心了。玉茹妹妹，叶公子，如今我家主人当称顾少夫人。说得对，是我失言了。叶公子，还未恭喜你秋闱高中。那也恭喜顾少夫人燕儿新婚，恭喜！多谢。聊完了，聊什么了？没听太清，就听见了一个什么恭喜高中。高中？高中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你看他那个德行，这男人最坏了。聊完了？啊，那你去铺子吧，我上学去了。郎君，不问问我方才聊了些什么？有什么好问？那就好，那我走了，好生读书。迟早有一天，我也会让你恭喜我高中。不是我，公子绝对没有让我去偷听您说话，都是他自己猜的。我一猜他就说这个。是，那是自然了。哎，玉茹，你心中的好男儿如意郎君，是不是非得高中啊？那倒也不是。可你从前很欣赏叶传。从前是从前，现在你既已是我郎君，那便是缘分使然。不管如意或不如意，我都会同你好好过。你不用和旁人比。
无论如不如意，我都会同你好好过。他这话什么意思呀？啊，是不是说嫁都嫁了，凑合过呗？即便心里不满意，脑嘴上也就不说，是吧？好像是这个意思吧？勉勉强强的嫁给我，真没意思。公子娶她不也是勉勉强强吗？扯平了。顾兄，顾兄，你我早就相识，同床一场，有些话不知当讲不当讲。不当讲就别讲。哎，行吧，那我就直言不讳，不兜圈子了。你自小随心所欲，不拘小节，可如今已成家为人夫，是不是应当修身自律，善待尊夫人啊？我和我夫人怎么样，关你什么事？尊夫人与佳妹是手帕交，也深得祖母厚爱。我呢，也算看她长大的。若是因为她嫁于你而受了什么委屈，那她既然嫁给了我，我便不会让她受半点委屈。我会把她视为心头肉、眼中珠，我会把她视作我的命。她若是想要，就算是星星和月亮，我也会摘下来给她。叶珊，这论读书考取功名，我是不行；可论如何为人夫君，还轮不着你教训我吧？哼！告辞。公子，你刚才的气势，把叶氏噎得没话说，就是听起来跟真的似的。什么跟真的似的？就是说少夫人的那些啊，听起来还真有点像肺腑之言，听得我竟然还有几分感动。哎，公子，你该不会说的就是真的吧？不该问的别问。啊，对了，公子，那咱等会儿逃学去哪玩呀？我先去准备着。玩什么玩？好好上学。人少则慕父母，知好色则慕少爱。孟夫子这句话是说，人在少年时会敬爱自己的父母，等长成了少年，情窦渐开，便会怀春动念，恋慕美丽的女子。笑什么？没见识！《诗经》有云：“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”知慕少爱，乃是大雅。顾九思，顾九思。顾九思，先生，啊，心猿意马，魂不守舍，胸无点墨，还不好好听课？你，给我上来，把这一篇背一遍。孟子，行了，知好色。今日若背不出此文，给我抄20遍。人少则慕父母，知好色则慕少爱。有妻子则慕妻子，士则慕君。不得于君则热衷，大孝忠慕父母。50而慕者，与于大顺，见之矣。
日头打西边出来了，不94下全都回背，还一个字都没错。你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大的长进吗？为什么呀？因为啊，他的夫人会耍大刀啊！就是他肯定吃了大苦头啊！你背下去，顺往于田。顺往于田，则无既得闻命；豪气于民天于父，则无不知矣。公民高曰：是非而所知也。夫公民高以孝子之心，为不若是夹。我竭力耕田，公为子之而已矣。父母之不我爱，于我何在？好，太好了！我，是啊。可是经商诸事，我跟随婆婆耳濡目染，才会了些门道皮毛，我还有很多东西要学。这个幽州来的周老板，采买货单动辄千件万件，这是一笔大生意，不是寻常小客。光是这单生意也就罢了，若是能借此打开幽州的客源，那才是络绎不尽的订单。这样大的生意，我万一弄丢了，或是没办妥，岂不是损失颇多？我只是一个新手，我怕我不行吧？那你做还是不做啊？你若不愿意，我倒也不勉强。我做。见过顾夫人。周老板久等了，请坐。请。久闻顾夫人出身名门，聪慧过人，为顾家打下了金玉满堂的家业，乃江南首屈一指的商业奇才。周某也是佩服不已。如今得见，没想到您竟然生得这么年轻啊！周老板误会了，主母江氏是我婆婆。我是顾家的长媳，还请您见谅。周老板是贵客，我定会尽心尽力做好这桩生意。承蒙关照。这是我此番的采买清单，还请您过目。邵将军，要不要再看看别家？顾家商号口碑一流，货品齐全，整个扬州不出其右，是绝佳的选择。采买军需，毕竟责任重大，顾家竟让这么一个年轻的女子出来做生意，我还是不大放心呐。女子又有何妨啊？顾家的主母也是女子。至于说年轻，倒也无妨。方才我与邵夫人进行沟通的时候，我发现她是一个思绪敏捷、谈吐得体的清爽明白人。纵然顾家可靠，可让一介幼主出来掌舵，若使唤不动那些旧臣老兵，恐怕也难成事啊。这样的事情，我们在军中见的还少吗？此番出行，我们是以商人的身份，作为商人，当然是要货比三家。从明日起，我们多接洽几家商铺，以作备选。是，走吧。少夫人，哎，怎么样啊？掌柜们着人回话了，都说忙得脱不开身，一时来不了。一个都来不了吗？那他们回话的时候，可说什么时候能来？
都说近日事务繁多，说不准呢。少夫人，他们这分明就是欺负咱们吧？各府掌柜是顾家商号的老人儿，他们见多识广，看我们年轻，这个下马威，我们怕是非吃不可了。罢了，我明日逐一上门去问，只要事情能办成，怎么都好说。可他们这么怠慢，只怕少夫人亲自上门，他们也不配合，那可怎么办啊？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总会有办法的。来，玉茹，你多吃点儿。多谢娘。对，多吃点。近几日生意上的事儿还顺利吧？挺顺利的。哎，那就好。咱这儿媳妇儿啊，真能干。是啊，咱们两个老的操心了半辈子，将来总算有指望能省点心了。哎，玉茹，再尝尝这个。来，玉茹，吃个排骨。玉茹啊，来，吃块鱼。你近来读书怎么这么认真？我竟然一次都没有抓到你偷懒。不行啊。行自然是行，但是人突然转了性子，总有个缘故吧？那我自然是有缘故，那我也不跟你说呀。你这傻笑什么呢？心浮气躁，有好事啊？是顶好的事儿。我最近接了一桩生意，还是桩大生意，幽州来的商客，一出手就是8000个牛角，2万件革褂，6万件短皮衣，还有无数的零散货品。我估摸着是1周的军需物资。这样的好事，由我一个人全权经办。哦。如果顺利的话，光这首单，你猜能挣多少纯利？多少？3万两。3万两还嫌少？3万两，那也就是小爷半年的零花钱。那能一样吗？你那是爹娘给的，我这个是自己挣的，能比吗？你这不还没挣到吗？你觉得我挣不到？我今天跟那个周老板相谈甚欢，很快就会定下来的。你真就觉着这生意这么好做？我跟你说，单子越大，变数越大。6月天商可怜，谈得再好，说变卦就变卦。一日不纳定金，这事儿一日就定不下来。